做过穿书噩梦的都知道，最可怕的不是醒来发现自己在陌生环境，而是你一睁眼，手里正握着沾血的鞭子，面前跪着一个浑身是伤的男人。你又想耍什么手段？我们做个交易，我便解开束缚，放你们离开。模糊间，我听到鞭声缓缓苏醒，视线里首先撞进一头极尖的银灰发丝，那银灰发的主人正跪在地上，古铜色的脊背绷得像拉满的弓，却被纵横交错的鞭痕切割得触目惊心，新裂开的伤口还在渗血，顺着紧实的肌理往下淌。暗红色的眸子抬起时，我感觉心脏像被毒蛇的獠牙攥住了，那是双淬了冰的眼，里面翻涌着不加掩饰的恨意。他微微偏头，视线落在我手里的皮鞭上，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冷笑，声音低哑带刺：“这就停手了？今天的力气用完了？”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响，剧痛从太阳穴炸开，属于原主的记忆碎片疯狂涌入。我是初入职场的社畜，加班猝死后穿进刚看完的兽世小说，成了书中同名同姓的恶毒炮灰。原主的阿父是流浪兽，很宠他，刚成年就给他找了5个雄性强行结契，可原主不喜欢他们，天天变着法子折磨。眼前帅哥的兽形是带有剧毒的白蛇，行事作风狠辣，最后会把我的手指一根根掰断。我猛地松开手，皮鞭啪地掉在地上，鞭梢的血珠溅在我的脚踝上，冰凉的触感让我打了个寒战。嘶寒的眉峰机不可察地动了一下，以往这个时候，这个恶毒雌性只会更用力地扬起鞭子，或者用烧黑的木棍去烫它，可我现在却扔掉了鞭子。又想到什么新花样？别说话！我打断了他的话。我需要时间消化这惊悚的现实。兽世雄性等级由弱到强分为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而原主的阿父是紫阶蝎兽，在兽世等级金字塔顶端，才能强行抓来这5个天赋异禀的雄性当兽夫。可按照小说剧情，阿父这次外出给我找兽夫，再也回不来了。阿父死后，这些被折磨到极限的兽夫会集体反抗，他们冒着反噬的风险弯掉伴侣兽印，5个本该暴毙的雄性却凭着一股狠劲活了下来，最后用比原主残忍100倍的方式将它分食殆尽。想到书里描写的断指之痛，我的指尖瞬间冰凉。我不能死，尤其不能死得那么惨。我强迫自己直视那双暗红色的眸子，声音尽量平稳：“起来吧。”思涵没动，只是挑了挑眉，眼底的嘲讽更浓了。怎么，想换个花样折磨我？他仰起头时，胸口上的蝎子兽印更加明显，那是伴侣兽印，也是束缚他们反抗的枷锁。还是说想试试用盐水浇伤口？我的呼吸一滞，原主的确干过这种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走向15角落的竹筐，里面扔着些干枯的草药，是阿父在部落换来的。原主从不会把草药用在他们身上，反而喜欢用有毒的藤蔓冒充草药，看他们疼得满地打滚。我从竹筐里翻找着能止血的草药。你的伤需要处理，我不会再……不必了。思涵打断我的话，缓缓站起身。他比我高出1个半头还多，阴影压下来时带着强烈的压迫感。收起你那套把戏，是想等会儿用木棍烫我，还是想到了更恶毒的法子折磨我？我拿着草药的手僵在半空，我忘了原主的暴虐已经刻进了这些人的骨子里，任何一点反常的举动都会被当成是新的折磨手段。就在这时，石屋外传来稀稀啾啾的脚步声，3个身影出现在山洞门口，个个带着伤，却都用同一种冰冷的眼神盯着我。走在最前面的是银白色长发的石隐，作为皇阶祭祀的仙鹤兽人，本该气质出尘，但此刻神色憔悴，身上布满了烧伤的痕迹，那是原主用烧红的木棍烫出来的伤。他垂着眼，长长的睫毛掩住情绪，只有攥紧的拳头暴露了隐忍。红发赤狐羽吃紧随其后，那张本该妩媚妖娆的脸被从眼角延伸到下颌的刀疤破坏得狰狞可怖。他看到我时扬起一抹妩媚的笑，但笑意却不达眼底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不继续疼思涵了？最后是个身材高大的雄性，有一头乌黑的短发，却凌乱地贴在额前，上身布满了刀疤和鞭痕，是狮子兽人敬臣。我的目光在他们之间转了一圈，心脏沉得像灌了铅。明明是风格迥异的4个顶级帅哥，我却没有半点欣赏的心思。5个兽夫来了4个。燕随呢？这个名字让山洞里的气氛瞬间变了。你这么快就忘了？
昨天你说你想看看把人鱼的鳞片拔掉埋到沙土里会是什么样子，你让我们把它埋到山上去了呀。燕随，5个兽夫中唯一一个海族兽人，剜掉伴侣兽印后会一寸寸划烂我身上的皮肤，因为我让他承受了对人鱼来说极其可怕的拔鳞之痛。我看着眼前这4个浑身是伤的雄性，又想起拔掉鳞片的燕随，猛地打了个寒战。思涵看出我的走神，暗红眸子里闪过一丝饥渴。怎么又在想新的玩法？他往前走了一步，不如一次性都用出来。我猛地抬头迎上他的视线。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用，但我必须做点什么。思涵，你去把燕随带回来，我有话要说。思涵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，低低的笑出声。你又想玩什么把戏？一个一个折磨已经不够，要5个一起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将植血草放回竹筐里，说道：我们谈个条件，如果你们答应下来，我会和你们解气。这话一出时，屋里静的能听到呼吸声。石隐垂着的眼睫颤了颤，雨池脸上的笑容僵住了，静晨攥紧的拳头发出咯咯的轻响。思涵的笑声也停了，死死盯着我，像是在判断这句话到底可不可信。思涵和静晨出门去找燕随了，雨池和石隐在山洞中等着。我觉得尴尬，背对着他们打量起这个山洞。原始社会的居住环境说不上好，洞口用粗壮的树干和藤蔓加固过，挡住了大部分寒风。洞壁被打磨得相对平整，地面铺着厚厚的干草，上面叠着7、8张不同种类的兽皮。这些都是阿父的功劳。那个紫阶流浪兽虽然常年在外，却把唯一的雌崽照顾得无微不至。我走到陶罐中盛满的清水前，看着水中的倒影，忍不住感叹。倒影中的雌性有着一头微卷的紫色长发和精致漂亮的五官，那双黑色的眸子亮得像落满了星辰。我没想到这身体的外形会这么漂亮，和喜欢施虐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我已经想好了，这几个兽夫都是书中心狠手辣的反派，和他们在一起，我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杀。所以我决定去找阿父，只有阿父是无条件对我好的，而且阿父的等级已经是紫阶，只要我在阿父遇到危险前找到他，然后再和几个兽夫解除契约，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小命。这个世界雄多雌少，一个雌性一般都会有很多兽夫，只有几个强大的兽夫联手，才能保护好柔弱一嘎的雌性。是在琢磨什么新的玩法吗？雨池的声音突然响起，我转过身，看到他正用手指摩挲脸上的刀疤，苍绿色的眸子在火光下闪着冰寒。旁边的石隐依旧垂着眼，银白色的柔顺长发遮住了大半张脸，只有攥得发白的指节暴露了他的情绪。显然他们都以为我又在盘算如何折磨他们。就在这时，洞口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思涵和静晨回来了，两人一前一后抬着一个半人高的木桶，里面盛着从西边打来的清水。燕随就浸在水里，我的呼吸骤然停住。木桶里的人鱼兽人有着一头微卷的浅蓝色发丝，湿漉漉的贴在脸颊和颈侧，衬得那张脸白得像透明的玉，紫水晶般的眸子半睁着，长长的睫毛上挂着水珠，眼神却空洞的可怕。最触目惊心的是他的鱼尾，原本应该覆盖着细密鳞片的地方，此刻布满了血肉模糊的伤口，血水在清水里缓缓晕开，像一幅破碎的画。哪怕遭受了如此酷刑，他的五官依旧精致的惊人，高挺的鼻梁，饱满的唇瓣，还有那线条优美的下颌，组合在一起竟比雌性还要夺目。可这份美丽此刻却因为痛苦和绝望而蒙上了一层死寂。我的心脏像被钝器狠狠砸了一下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这5个雄性宁愿冒着被反噬而死的风险，也要划掉伴侣兽印。原主日复一日的折磨，不仅摧毁了他们的身体，更碾碎了他们的骄傲。思涵放下木桶，语气没有一丝温度。满意了？看到他这副样子，是不是觉得比昨天用木棍烫我更有趣？静晨站在旁边，
冰蓝色的眸子里翻涌着怒火，却因为契约的束缚而无法发作。他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，手臂上的旧伤因为用力而裂开，渗出了新的血珠。石隐的睫毛颤了颤，银白色的长发下，琥珀色的眸子里第一次露出了清晰的痛惜。他和燕随关系最好，都是被原主重点关照的对象。看到燕随，雨池脸上的嘲讽也僵住了，指尖无意识地划过自己脸上的刀疤，眼神复杂地看向木桶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知道你们恨我，和你们强行结契也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会和你们解契。思涵嗤笑一声，暗红色的眸子死死盯着我。你以为我们还会信你？不过和你们解契我有条件，我要在雨季之前去找我阿父，你们一路保护我，谁的表现好我就会给你们滴血一次。我的话像惊雷炸响在山洞里，5个雄性同时僵住，瞳孔骤缩。你说滴血？思涵的声音里带着难以置信的震颤，他下意识地抬手按住自己胸口处的蝎子兽印，那是代表我的伴侣兽印。要和雌性结为伴侣需要2步，第一步是血的契约，雌性会把自己的鲜血滴在雄性的眉心处。虽然雌性没有兽形，但显示的兽印是雌性基因携带的兽形。我的阿父是蝎兽人，我的兽印也是蝎子。结契第2步就是真正身体上的结合，这是只有你我之间才有的印记。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的伴侣。原主不喜欢阿父带来的这几个兽夫，因此只进行了第1步结契。这时候如果想解契，雌性再次把自己的鲜血滴在雄性的伴侣兽印上，滴上10次，伴侣兽印就会消失。一般不会有雌性划破自己的皮肤10次滴上鲜血来解气。石隐第一次有了波动。如果你真有这个心思，早都解气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又是什么新花招吧？石隐他不是被阿父抓来，而是自己来的，好像和我从小就认识，但现在听他意思，应该也想解气。我说了，我的目的是要你们陪我去找阿父。石隐，你用精神力治愈燕随的伤口，我现在就给你滴血。石隐是祭司，有精神力可以治疗，但我一直阻止他治疗，包括他自己伤口。他完全不信我的话。但燕随伤势严重，正好看看我想干什么。石隐指尖泛起淡淡白光，那是黄阶祭司的精神力。他手腹在燕随鱼尾上柔和光晕，渗入伤口血肉模糊的地方，迅速止血结痂。石隐收回手，额角渗出薄汗，精神力透支，让他微喘。他抬眼看向我，眼神审视，显然没指望我真履行承诺。我摘下脖子上的项链，那是一枚尖利饰品，不清楚材质，是阿父早年发现特意打磨的护身饰品。我攥紧项链，深吸口气，猛划过指尖，刺痛传来，血珠冒了出来。我走到石隐面前，抬手将血滴在他胸口的蝎子兽印上。原本深紫色的兽印瞬间像被稀释般褪去几分色泽，边缘模糊，却肉眼可见的浅了一层。山洞里彻底安静了。石隐猛地睁大眼，下意识抬手摸向兽印。思涵死死盯着石隐锁骨兽印，瞳孔骤缩，喉结滚动。他从未听说过雌性主动滴血解气，更没见过兽印变浅。雨池脸上嘲讽消失，他下意识摸了摸自己兽印，静晨呼吸变重，眼神难以置信。木桶里燕随挣扎，紫水晶般的眸子映着石隐锁骨变浅的兽印，眼里第一次有了除了恨之外的情绪，那是希望微光。现在你们信了吗？我捏着流血指尖，5个雄性沉默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怀疑仍在，却已不像刚才坚定。石隐最先回神，他看着我指尖渗出的血珠，喉结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最终抿紧唇。思涵深吸口气，压下心头震荡，暗红眸子里多了几分凝重。你刚才说要我们带你去找阿父，可我们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我阿父是流浪兽，行踪不定，这次外出更没说具体，去向他们无从得知。我回顾小说剧情说道，阿父应该去了鹰族部落，他出门前说要给我绑来个鹰族兽夫。
鹰族部落在黑森林边缘，距这里至少需要7日路程。那就去鹰族部落。事情就这么定了。我看着他们依旧带着警惕的眼神说道：“我累了，想休息会儿，你们也各自准备一下，明天一早出发。”思涵深深看我一眼，情绪难辨，最终转身离开。石隐紧随其后，经过我身边时脚步微顿，却没回头。雨池意味深长，瞥了我指尖血迹，扯扯嘴角，不知道是嘲讽还是什么，也跟着离开。敬晨最后看了眼木桶里的燕随，才大步出去。山洞里只剩下我和燕随，燕随眼中带着探究，却没说话，安静浸在水里，后背抵着微凉岩壁，我才感觉紧绷神经稍微放松。我转身走到铺着厚厚干草的床边，瘫坐下去，长长舒口气。至少让兽夫们看到一丝希望，也暂时稳住他们。可仅仅这样还不够。我很清楚原主留下的深仇大恨，不是我主动提出解气就能抹平。他们现在愿意保护我，更多是冲着解气。可一旦真的解气成功，没了受印制约与这些兽夫被折磨到骨子里的恨意，我下场恐怕还是难逃一死。所以找到阿父只是第一步，在这之前，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自己在他心中的形象，至少不能再让他们恨之入骨。关系缓和之后，就可以和他们和平解气。我再找几个心仪雄性结气。兽氏雄性都这么好看，穿都穿来了，肯定要多找几个。就在我胡思乱想时，洞口传来轻微脚步声。雨池手里拿着宽大绿叶，叶子上放着几块烤得油亮的肉，肉边缘微焦散发诱人香气，显然是精心烤制外酥里嫩。雨池走到离我几步，远停下高大身影，投下浓重阴影。他唇角挂起勾人笑意，把手里绿叶往前递了递，声音低沉磁性：“饿不饿？要不要来点？”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他不会想毒死我吧？我警惕看向眼前。你吃了烤肉，能不能也给我滴血？原来是想哄我滴血，好快点解气啊。倒也直白，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说明他们暂时没别心思。有节气受印制，约他们也不敢对我不利。刚才那点被下毒担忧，看来是多余了。想通这层，我紧绷肩膀彻底放松。但解气的事可不能那么快。一顿烤肉就想换滴血？雨池脸上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后带上果然如此的讥笑。那你想怎样？这样吧，你给我做5顿饭，顿顿像今天这样用心，我就给你滴一次血，怎么样？他本是随口开的条件，并没指望我真会答应。5顿饭换1次滴血，50顿饭就可以解气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你敢对兽神发誓吗？在这个世界，兽神是至高无上存在，不得欺骗。对兽神发誓，有制约效果。我对兽神起誓，只要雨池为我做满50顿饭，便给他滴1次血解气，绝不反悔。话音落下，瞬间雨池眸子里迸发出狂喜的光，雨池笑容都真心了不少，把手里的绿叶往前递了递。快吃吧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外酥里嫩，肉质确实不错，怎么没放盐？一点味道都没有，淡得像白开水。我忍不住问道。雨池脸上笑容淡了些，语气带着几分嘲讽：“你忘了，所有的盐都被你融成盐水浸泡鞭子，说是抽打我们的时候能更疼，现在哪里还有盐？”我猛地一怔，原主记忆瞬间涌上来，确实有这么回事。
吃的盐都不够，竟然用来泡鞭子。那怎么办？赶路需要体力，总不能一直吃没盐的东西。燕随可是海族中唯一会制盐的人鱼族，没盐他可以制啊。我顺着雨池目光看向木桶，但眼下没别的办法。燕随，你能帮我制盐吗？不会让你白辛苦，我也给你滴血解气。燕随目光在我脸上扫过许久，都没吭声，只是余尾摆动幅度大了些，溅起细碎水花。一道声音突然响起：“你说的是真的吗？”清润的，像山涧流水。当然是真的，只要你制出盐，我立刻给你滴血，绝不骗人。抱起陶罐放到木桶边，燕随尾巴一摆，滑进陶罐里。海水没过他腰腹，溅起的水花泼了我满脸。燕随在罐子里游了2圈，海水肉眼可见的减少。他仰头，吐出一块拳头大的盐球。我伸出手，盐给我。你先给我滴血。我咬牙，再次划开伤口，给他滴血。手印变浅了。燕随把盐球递给我，我伸手去接，伤口蹭到盐球，疼得倒抽冷气，委屈涌上来，鼻尖发酸。你们都出去吧，我累了要睡觉。我蜷缩在兽皮上，偷偷抹眼泪。突然，脖子上的项链烫了起来，指尖的血蹭在项链尖头上，我的意识被拽进一片白雾里。这是个5平米左右的空间。阿父给的项链藏着空间，是我的血激活的。折腾大半天，我铺好兽皮，蜷缩着睡着了。梦里我找到了阿父，解除了所有契约。脖子被死死掐住，窒息感涌来，我拼命挣扎，却喊不出声。燕随的影子投在岩壁上，手越来越重，我的脸从涨红变成青紫，眼泪流下来。燕随的手腕被一股蛮力攥住。燕随，你疯了吗？想让我们所有人陪葬？燕随猛地抽回手，大步走出山洞。思涵转过头看我，我还没完全清醒，眼尾泪珠未干。他的目光落在我手指伤口上，蹲下身从怀里掏出止血草，嚼碎敷在我伤口上，撕下兽皮，小心包扎好。做完这些，他起身走到洞口，背对着我守着。我是被喉咙干痒弄醒的，踉跄走到水罐边，脖子有红痕，抬手时发现手指伤口已被包扎。我走到洞口，都进来。我问：昨晚是谁做的？是我，想怎么罚都行。我愣了。为什么要罚你？你帮我处理伤口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我晃了晃包扎的手指。这样吧，以后谁给我包扎伤口，累计3次我就给谁滴1次血。燕随怔住了。他说的不是脖子上的伤口，而是手指的包扎。怎么回事？3次包扎换1次滴血，比雨池的5顿饭换1滴划算多了。你不想要这个奖励？燕随松了口气，看了眼思涵。包扎的不是我。所有人的目光落到思涵身上。是我。我看向燕随，那你刚才承认什么？燕随没解释。不管是谁，做得好就该赏。包得不错，这次算1次，再包扎2次就给你滴血。雨池不干了。凭什么包扎3次就给滴血？我做饭要5顿。因为包扎要用草药，草药珍贵。如果你想快点解气，你也可以帮我包扎。雨池敛去眼底的诧异。行吧，我现在就去给你烤肉。不用了，我喉咙不舒服，吃野果就行。我挥挥手，燕随指尖猛地收紧。你们也去吃饭吧，吃完出发。我转身走进山洞里侧，几个兽夫来到溪边。我知道你恨他，但别再做那样的事了。我知道。雨池用树枝拨弄石子，静晨摸了摸肚子。先吃饭吧，吃完赶路。我吃了几个野果走出来，
用兽形赶路，7天能到鹰族部落。那就用兽形。那你打算做谁的背上？坐我背上吧。我的总毛长，你好抓。不会白做的，做2天我就给你滴1次血。你确定会滴血？明天晚上我就给你滴血。我转身进山洞，背起兽皮袋，装了些东西用来掩盖空间。其他人把山洞里的东西都带上。几个兽夫应声拎着鼓鼓囊囊的兽皮袋出来，他们觉得兽皮和野果好像比昨天少了些。思涵化作银白巨蛇，石隐变成洁白仙鹤。静晨走到我面前，微微俯身，我爬上去，双手抓住他的鬃毛。静晨迈开步子，颠簸得厉害，我咬牙抓着鬃毛，才没摔下来。到小河边休息时，我几乎是手脚并用的从他背上滑下来，扶住树干吐了出来。静晨从兽皮袋中拿出鞭子，塞进我手里。你打吧。说着就在我面前跪下来。我捏着鞭柄。打你？为什么要打你？他让你在背上受了这么大的苦，不应该打吗？我把鞭子往旁边一扔，靠在树干上闭上眼睛。我累了，想歇会儿，别吵我。几个兽夫看着靠着大树睡着的我，满脸复杂。静晨捡起地上的鞭子，手指摩挲着鞭身。思涵冷哼一声，雨池升起火堆，开始烤肉。我是被烤肉的香气香醒的。雨池把烤得油亮的肉递到我面前，尝尝看，这次放了盐。我接过烤肉，咬了一大口，几道视线落在我身上。好吃。你们怎么不吃？带的肉不够。不够？那你们怎么不去狩猎？我们晚上到了地方再出去狩猎。天黑之后猛兽出现概率高，很危险。袋子打开，里面叠着10几块风干瘦肉和几块新鲜生肉。我抬眸看向石隐，这些肉够你们吃1顿吗？石隐猛地抬头，满脸震惊。我见他不说话，这些真不够你们吃1顿。溪边安静的只剩火堆噼啪声。这些肉我们要是1顿吃完了，你晚上就没有吃的了。你们不是说晚上到了休息点就去狩猎吗？夜晚狩猎哪有那么容易？万一没猎到，你不仅今晚没肉吃，明天早上和中午也没肉吃。我不把肉分出来，你们是打算一直饿着肚子赶路吗？你们不吃肉，赶路速度肯定会慢下来。我要尽快见到阿父，你们快把肉吃了，别当到猎物也没关系，我可以吃野果。几个兽夫难掩震惊，思涵暗红色的眸子死死盯着我。最终语迟先动，拿起1块风干瘦肉啃了起来。其他兽夫也纷纷过来把肉全分了。吃完早点赶路。吃肉的时候别忘了撒点盐，赶路会出汗，不补充盐分容易没力气。几个兽夫又愣住了。我目光落在旁边潺潺流淌的小河上，河水清澈见底，身上兽皮群粘在皮肤上，又闷又痒，只想赶紧洗一洗。我看向石隐，石隐，我可以下去洗澡吗？几个正在吃肉的兽夫动作齐刷刷一顿。你要洗澡？身上太黏了。河里可能有危险，我跟你去。你们先吃，吃完我再洗澡。几个兽夫很快把肉吃完了。我走向河边，被5双眼睛直勾勾盯着，脸忍不住红了。你们能不能转过身？不要看。他们一听都愣了。以前的他哪在意这些？石隐和雨池对视一眼，也转过身。燕随从木桶走进河水，背对着我。我在岸边守着，我去看看有没有野兽踪迹。我感激地看了燕随一眼，谢谢，我很快洗完。几个兽夫身体同时一僵，我没再说话，踮脚跳进水里。河水刚没过腰，微凉水流裹住身体，我舒服喟叹一声。水面突然传来哗啦巨响，一只通体青黑巨兽从我身后水里窜出，外形像鳄鱼，却庞大数倍，血盆大口张开，锋利獠牙直奔我后背。小心！静晨嘶吼着
瞬间化作狮子兽形猛冲过来。我只觉背后一阵风果腥气，转身就看见满嘴獠牙，下意识后退，脚腕被石头绊了一下，跌坐水里，喉咙里发出一声尖叫。这声尖叫像惊雷炸在溪边。石影猛转身，思涵化作银白巨蛇朝河边窜去。可离我最近的是燕随，他却在看到我一丝不挂的身影时怔住了。巨鳄蟒獠牙擦着我胳膊划过，带起一道血痕。燕随救我！我给你滴血3次。燕随猛回过神，尾鳍狠狠一甩，抓紧我！带着我往旁边躲开。燕随尾鳍快速摆动，拖着我往岸边退。净尘狮爪狠狠拍在巨兽头上，思涵蛇尾缠上巨鳄蟒身体，石影精神绿化，利刃朝巨兽眼睛刺去。巨鳄蟒蛇尾甩开思涵，银白巨蛇撞在岸边岩石上，鳞片脱落好几片。净尘肩甲被尾巴扫中，鲜血染红鬃毛。羽翅前爪被咬住，发出凄厉嘶吼。我推开燕随的手，燕随，你快去帮忙，我能自己游上岸。燕随看我奋力游向岸边的背影，咬了咬牙，尾鳍一甩冲了过去。他眉心射出淡紫色涟漪，缠向巨鳄蟒头颅，干扰他神经。趁现在！思涵缠上巨鳄蟒脖颈，净尘狮牙死死咬住喉咙，石影精神力刺向巨鳄蟒左眼，羽翅抓向他腹部。巨鳄蟒动作越来越迟缓，最终重重摔在水中。思涵忍着疼痛，将巨鳄蟒尸体拖上岸。我爬上岸，胳膊伤口还在渗血，几个兽夫围过来。思涵背上鳞片脱落处血肉模糊，净尘肩胛血浸透上身，羽翅手上伤口还在渗血。我眼尾泛红，但看到他们身上更重的伤，把眼泪憋回去。兽皮袋里有止血草药，你们先止自己的血。几个兽夫再一次震惊。石影快步向我走近，准备处理我伤口，语气急切，想为我疗伤。我先给你止。我听到话，避开石影，摇头拒绝。先不用。我转头，目光锁定看向燕随，抬起受伤胳膊，伤口鲜血清晰可见。我的血滴在燕随胸口兽印上，兽印纹路微微泛起微光。答应你的3次滴血，这是第1次，明后天补上剩下2次。燕随全身瞬间僵硬，眉头微蹙。你不疼吗？我看向石影说：“石影帮我治下文化，我给你滴1次血。”石影的手紧紧按住我受伤的胳膊，眉头微敛。先治伤，别乱动。石影指尖亮起柔和白色光芒，光晕清晰。我胳膊上的伤口在白光下快速收拢愈合。明天给燕随滴血的时候，也会给你滴。石影背影顿了一下，净尘敷着药盯着我侧脸。思涵去处理巨蛇尸体，思涵的手从巨蛇体内掏出一颗莹润绿色晶石，羽翅快步凑到思涵身边。我伸手接过思涵手中的绿色兽晶，我说：“叫他们都过来。”我目光扫过在场众人手臂上的兽环，我将兽晶直接递到思涵面前。这兽晶给你，你离绿阶最近，用了应该能突破。你们战力太弱了，对付一只绿阶猛兽都吃力。你突破，我们赶路更安全。思涵双眼瞳孔瞬间收缩，思涵手指紧紧攥住绿色兽晶。好，突破后我护你找到阿父。净尘眉头紧皱，羽池嘴角上扬。下次有兽精能先给我吗？思涵离绿阶就差1步，多一个绿阶我们多份保障。下次猎到兽精我会按等阶分配，有意见吗？燕随、石野、净尘、羽池，思涵均面露震惊。净尘说不出话，合理。燕随眼里疏离淡了些。突破后，我负责对付高阶猛兽。你们伤还能赶路吗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净尘身体泛起微光，快速化作巨大狮子兽形。没事，不影响背你，继续出发吧。我爬上他背，这次他跑得很稳。傍晚找到干燥山洞，兽肉吃完了，得去狩猎。我吃野果就行。石影将几颗野果轻轻放在我身旁。思涵与净尘转身走出山洞，前往狩猎。石影、羽池、燕随3人在洞口守卫。我吃了颗野果，躺在兽皮上，很快睡着。
半夜，一道高大身影溜进山洞。思涵走到我身边，突然俯身，双手撑在我身侧，猛地低头亲了下来。这个吻又急又凶，还带着草药味。我一睁眼，撞进思涵暗红色的眼睛里，甩了他一巴掌。思涵偏过头去，脸上顶着红印。思涵满脸通红，呼吸急促。对不起，我好像潮汐了，需要雌性安抚。我的手环细得像根线，想要安抚好他，恐怕得那个才行。思涵全身轻微颤抖。我尽量忍着，但我怕撑不住。你能不能让我抱一下？我抬头看向思涵，思涵围着兽皮裙，腹肌线条流畅，银灰色头发被汗打湿。如果你只是抱着我睡一晚，不做别的，是不是也能安抚？思涵暗红色瞳孔瞬间亮起。可以，只要靠近你就能稳住。那你便受刑吧。思涵立刻化作银白巨蛇，我躺进去，贴在冰凉鳞片上，很快就睡了过去。思涵低头看了看熟睡的我，眼神柔和了几分。第二天我被鸟鸣声吵醒，身边只有微凉的兽皮。我颈部项链发光，我闭眼，意识进入异空间。上次全是浓雾，这次雾散了，眼前是30平米的黑土地，角落还有一汪小泉水。我用指尖碰了碰泉水，那一瞬间一股暖意包裹全身。我意识退出异空间，雨池从帐篷外走近。醒了吗？递给我一串烤得金黄的瘦肉，刚烤好的。我接过咬了一口。你们昨晚猎到野兽了？昨晚我和静晨出去的，运气好碰到一群食草兽，今天的肉管够。你们都吃过了吗？够不够？雨池面部瞬间愣住。够吃，特意给你留了最嫩的部分，你放心吃吧。你放心，你做饭的次数我记得，再做2顿就给你滴血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思涵发情了，你昨晚……思涵的事我知道，他今天状态怎么样？还能赶路吗？石隐、静晨、燕随、思涵依次进入，思涵脸上还带点红晕。我可以赶路，今天我带着你赶路。我点头，众兽夫收拾行囊，准备出发。等一下！我转身走向燕随，咬破指尖。你蹲下来一点，这么高我怎么滴血？燕随缓缓俯身，她生得极美，身上淡淡的海水味混着草药味瞬间笼罩住我。我心脏漏跳几拍。她生得极美，身上淡淡的海水味混着草药味瞬间笼罩住我。我心脏漏跳几拍。我移开目光，盯着她胸口兽印，血珠滴在兽印上，亮起又淡去。好了，别乱动，这是第2次，明天再滴最后一次。燕随起身，目光一直落在我脸上。我看向石隐，石隐你也过来，反正已经破了，多滴一次也省得下次再划开。快来，我给你滴血。石隐伸手轻轻握住我的手腕，拇指蹭过我流血的指尖，接着俯身轻轻舔过那道伤口。我整个人僵住，猛地回过神，我脸颊瞬间红透，用力抽回手指。你干什么？不用。不用是什么意思？思涵忽然走过来，在我面前蹲下身，他手里是一双用兽皮做的小巧皮鞋。为什么平白无故给我做鞋？真是给我做的鞋吗？我笑着伸出脚，我可以试一下吗？思涵喉结微滚。给你，你试试合不合脚。我把脚伸进去，皮质柔软贴合，走路完全不磨脚，特别合脚。谢谢你啊，思涵。静晨盯着我笑起来，弯成月牙的眼睛，手里兽皮带差点掉在地上。石隐眉间微蹙，燕随指尖无意识地摩挲胸口兽印。思涵转身从兽皮袋里拿出一小把止血草捣碎，走到我面前，轻轻握住我还在渗血的手指。你已经帮我处理2次伤口了，再帮我包扎1次，我就给你滴血。思涵动作顿了顿，看了我一眼，
什么都没说，加快了包扎速度。几个兽夫收拾好东西准备出发，思涵把自己手里兽皮袋递给敬晨，敬晨接过袋子。哼，我昨天背了他一天，本来再背一天就能滴血，现在换成你，看来你很着急和他解气。思涵瞪了敬晨一眼，忽然俯身，单手托住我的膝弯，轻轻一捞就把我抱了起来。他上半身还保持人形，下半身化作银白蛇尾，尾巴间还卷着燕随装水的木头。我下意识搂住他脖颈，绝不会让你滑落分毫。思涵放慢了蛇尾摆动幅度，忽然蛇尾间碰到石头，思涵脚下一个趔趄，抱歉，地上石头多。跟在后面的几个兽夫投来异样目光。燕随看着前方两人，紫眸沉得像深潭。我靠在他胸口，在想空间的事。明明昨天还是5平米，今天就变成了30平米和灵泉，是受伤触发的，还是和思涵接吻有关？想到那个突如其来的吻，我微微蹙眉。思涵见我忽然抖了一下，怎么了？冷了？现在是热季，我摇了摇头。没有，我们还要走多久？穿过前面那片橡树林，就能看到小溪，很快到了。我打算休息的时候再试试泉水，目光不自觉飘向思涵的唇，亲一下，真的能让空间升级吗？思涵忽然低眸看过来，我心头一跳，赶紧移开视线。思涵看着我慌忙闪躲的模样，微微勾起唇角，他调整了一下抱我的姿势。我们到那边休息。他轻轻将我放在一块平整岩石上，其他兽夫也跟了过来。我看向清澈的溪水，想下去洗澡，但想起昨天被巨鳄蟒拖进水里的场景，心里发怵。思涵忽然俯身过来，想洗洗，我带你下水怎么样？我抬眸看向思涵手臂上的绿色兽环，绿阶兽人跟着他下水应该安全。可昨天巨鳄蟒突袭时，燕随那一瞬的怔愣让我觉得不对劲。人鱼族擅长水性，怎会反应不过来？那迟疑更像故意借猛兽要我的命。我转头看向溪边，燕随从木桶出来，泡在浅水区。我看向思涵，不用下水，我用木桶洗就好。思涵点头，拿起木桶刷干净，装满溪水，端到树下，垫了片兽皮。谢谢，以后你帮我接5次洗澡水，我就给你滴1次血，怎么样？思涵眯起眼，没有高兴，反而沉郁。雨池做5顿饭才给滴血，接水比做饭轻松，5次换1次不多。思涵转身走向树底，背对我站定，意识进入空间，取出一滴灵泉水，滴在伤口上。几秒后，伤口消失，连疤都没留。目光飘向思涵的背影。昨天接吻后，空间就升级了，要是再试一次，念头刚冒出来，就被我压下了。空中传来翅膀挥动声，一只翼展2米的铁灰猛禽直冲而下，爪子朝我抓来。